不好了，粮草被烧了！我靠，我的银子不见了！我的银子也不见了，营地里出贼了！大半夜，军营突然一片混乱，彭虎还睡得迷迷糊糊，最后还是副将将他给弄醒的。彭虎醒来，听到副将的话，气得直接跳起身来。他发疯了那般，先去查看粮草。此时，那几个帐篷已经烧完了。将军，很多人的银子不见了，这件事有些蹊跷啊。副将严兵觉得今晚的事情有些邪门，能不邪门吗？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他彭虎身为将军，居然睡成了猪。他向来都比较惊醒，不是有人动手脚，又是什么？是那个家伙，肯定是那个家伙！该死的，居然敢阴老子！他气呼呼的一拳头打在大树上。将军，会不会是敌军的人搞的鬼啊？严兵觉得未必是将军的死对头动的手。不是他还能有谁？那家伙认识不少奇门异事，他明面上争不过我们，暗地里肯定不死心。彭虎可以确定，就是他的死对头林木聪干的。严兵这会儿不说话了，那林木聪的确是个有本事的，就是太过奸诈，妥妥的一个小人。不过他还是不放心，又把在外围巡逻的士兵叫过来问话，确定外围没有发现异常，只能把怀疑的对象定成了林木聪。他娘的，早晚有一天老子要弄死那个畜生！将军，我们现在的粮草都没有了，得先把粮草搞回来，不然我们也没法打仗啊。明儿回城一趟，我找我老丈人想想办法。一听将军谈老丈人，严兵的脸色也不太好，看得出这件事很为难。王小夏看着彭虎的脸色难看，心情极好的趴回山坳。这收获还算不错，碎银加银票一共搞到了3200两，离7500又近了不少。他虽然很想尽快开辟灵田，可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也不能身上一点银子都不留。空间收了敌军的粮食，倒是有些拥挤。他先用掉3000两，增大了300平方仓库。这下仓库大了，他就算再去偷袭敌人的粮仓，也能有地方装东西。不过他还得去一趟军营，把这边军营的情况跟张大开通个气，可不能在老九离开这段时间把地盘给弄丢了。这么一想，他又坐不住了。他看了一眼溪水里的金疙瘩，转身下了山，再去敌方军营查看了情况，还临摹了一份敌方的布防图，弄好了之后才往望城跑。跑到城门口的附近，他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把一半粮食拿出来藏好，终于在天黑之前进了城门。张大开身边那几个人见过王小夏，看到是高人回来，赶忙去禀告张大开。王小夏很快见到张大开，他也不浪费时间，把外面敌军的情况跟张大开说了说。张大开听完目瞪口呆，一脸佩服地看着嫂子，说道：嫂子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太厉害了！走，先带人把粮食取回来，其他事情再说，可别被附近村民把粮食给搬走了。王小夏催着张大开带人去搬粮食。张大开一听有免费粮食，带着自己的几个亲信赶着马车出城，先把粮食给搬回来。王小夏没有继续跟着进城，在城外把敌人的布防图交给张大开。从今天开始，天黑之前必须把城门关起来。他们不知道安建已经不在你们手里，但是他们肯定会偷袭。城门口的守卫千万不要马虎，练兵的事情也不能落下。还有，他把想到的都交代了下去，然后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张大开看着嫂子的身影，嫂子简直就是个神人，居然再一次混到人家军营去了。张副将，我们是不是得回去了？跟在张大开身边的小兵过来问了一声。走，从明天开始，天黑之前关上城门，晚上加派人手在城墙上巡逻，粮食分开囤放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张大开当即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。如今将军不在，他就要挺直腰杆把城门给守好，不能让将军失望，更不能让嫂子失望。不
不远处的王小夏看着他们进去，关上城门往回走。这一天来回奔波有些累，可是他心情确实很好。好不容易爬回了山坳，却发现不远处的林子发出了沙沙的声音。野猪？没错，肯定是野猪。他很快证明了自己的判断。一头野猪正在地上扒拉着什么。他凑近一看，这不是土豆吗？这附近没人，怎么会有土豆呀？难道是野生的不成？他努力回忆了一下，貌似没有看到书里提到有土豆呀。他先解决这头野猪，有空间做掩护，干掉一头猪对他来说太容易了。野猪很快就被撂倒了，扔在了旁边。他拿小锄头在旁边挖了挖，发现这一块地都是土豆，若真是挖出来，估计能有上百斤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下发财了！地里没法种粮食，把这些弄回去可以种一茬啊，到时候留点种子，等下一茬的时候就能有大收获了。哎，这山里的宝贝可真不少。白天的时候再到处看看，说不定还有别的惊喜。王小夏早上在山里逛，下午就到溪边淘金疙瘩，这样的日子一下过去大半个月。这天晚上，他又去了敌军营帐，发现敌军的粮食又满仓了。想到上次安建被偷之后把粮食分开放，他又在军营里逛了一圈，没有发现还有地方装了粮食，估摸着这个彭虎脑子没有安建好用。不过这都无所谓，他先去看看那些战马。站在马棚里观察了好一会儿，他发现敌人的马夫养马很专业，这战马养起来跟普通的马匹还是有区别的。他曾经为了老板赌马可以赢钱，刻意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骑士，跟马夫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看出这里面的道道。这些以后是要跟张大开他们说的。看了一会儿战马，他又摸进了议事帐篷，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。彭虎愁眉苦脸的，严兵的脸色也不好。那林木聪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居然压下我们一半粮食。彭虎说完，一掌拍在桌子上。严兵身体一颤，看着将军发那么大的火，赶忙安慰地说道：将军息怒，若是您动手了，就是着了那老狐狸的道。如今粮草我们还是够用的，您莫要担心太多。话是这么说，我这心里不痛快呀。彭虎郁闷地说着，本来以为是个好差事，只要打个胜仗回去，就好向老丈人交代。这下可好，胜仗还没打下来，倒是先丢了粮食。想到那天老丈人那张黑的不能再黑的脸，他的心都有些颤。严兵知道将军的老丈人有钱，只是那老丈人不好说话，他也不想将军那么委屈，在旁出了个主意。将军，我们这粮食可以分开囤防。如今开春，山里猎物多，我们可以去山里打猎，把一部分粮食省出来。这法子好，囤些粮食，以免会有什么状况出现。林木聪那个老狐狸是盯上老子了，你们也都小心一些，别给他抓到什么把柄。彭虎这么提了一句。空间里，王小夏想着，若是这些人去山坳子里打猎，情况很可能被发现，到时候得加派人手看着这里，那他怎么挖金疙瘩？这可怎么办？他认真地琢磨起来。好一会儿，他脑子里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个不错的法子。春天山里蛇很多，只要在附近撒些蛇粉，把那些蛇引来，他们多半会搬家。旁边还有很多山，只要不在这边山脚下，去哪里都行。说干就干，这些日子在山里也弄到了不少好的药材。他花了几个时辰把药粉做出来，找地方把药粉给撒了，等着那些蛇的到来，再看看彭虎他们有什么反应。正想着，半空中浮现出了几个字：小主需要用金子增大空间吗？可以吗？王小夏一脸惊喜，
若是这些金疙瘩可以直接增大空间，那这些银票就可以不用花了。不对，这些银票不是玄武国的，到时候拿出去花也会惹麻烦。小主可以将银票换成现银，手续费扣除1成。空间又浮现出了一排文字。真黑呀，这个王八空间居然连主人的银子都坑。王小夏翻了翻，有500两的银票，他把银票换成了银子，然后把这些日子淘到的金疙瘩用来支付那剩下3500两扩建空间的费用。恭喜小主，空间升级到1000平米，地图第3次升级，能找到灵芝人参品类的药材，会得到1亩灵田、1池灵泉水以及1本绝妙丹方。空间上空又浮现出了几个字。王小夏手上突然多了一本书，再看前面多了一扇门，打开门走出去，这儿变成了一个小山坡，而他扩建的房子成了一个小阁楼。门口除了空地，还有一块灵田，灵田不远处有一池泉水。灵山灵泉，这下金手指厉害了，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。若是外面待腻了，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。灵田还能扩建吗？他激动地问道。灵田扩建1亩需要1万两银子，地图再次升级需要10万两。空间地盘可以使用，每次扩建房屋面积价格不变。这是天文数字吧？现在的地图对王小夏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，谁去浪费这个钱呢？空间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上空又出现了一段文字。再次升级地图可以探矿。哦呵，这空间要不要这么牛叉呀？探矿，一个矿挖出来，那就不止10万两银子了。可这地方可不会给你私自开矿呀，貌似对他来说用处还不是很大。想着这么长时间就挖了那么点儿，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也不能告诉外人，这买卖还得小心琢磨琢磨。哎，算了，看看再说吧。他先去看看灵田，看上去跟普通田地差不多。明天去山里找找有没有灵芝人参，弄1两株放到灵田里面试种一下。经过灵田，来到一池清泉面前，他用手捧着喝了一口灵泉水，清甜润喉，喝起来跟普通的泉水相差不大，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。以前看过那些小说，有些灵泉可以洗髓，有些灵泉可以治病，有些灵泉可以让田地变得肥沃，而他的灵泉能做什么？小主想要的灵泉都能办到，熬药的时候把灵泉放进去，药效可以增大好几倍。用灵泉沐浴可以洗髓，用灵泉灌溉田地，田地里的植物会比普通的药长得快，直接饮用可以延年益寿。空间上出现了想要知道的答案。哇，这回真的是赚大发了！王小夏高兴地蹦跳起来，这回爽了。他回到山坳里，把一片的土豆挖了，种在灵田里。灵田里面种土豆，也就他那么豪了。他也没办法，灵田里可以加快成长，这些土豆很多还是一点点大，有的还是苗。他想回去之前看能不能给大家种些种子出来。时间一晃又是半个月，算算时间，出来1个多月，他也要回去了。不过羊毛还得继续薅呀。他去了马棚，将马匹全都收到了空间。趁着这些人还昏睡着，他尽快回到望城门口。这2天彭虎来宣战，城门是关着的，这可是有些难为王小夏了。小门里走出来一个士兵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士兵，正是张大开那天带着一起去探路的其中一个。王小夏从空间出来，直接走到城门口。城门上有人看到了王小夏，便是大喊起来：有人来了！城门上的士兵这么一喊，门口的士兵都警惕地拿起了兵器。
张琪，别慌，是我。王小夏喊了一声，去把张大开找来，让他带些人跟我去收东西。王小夏没有多说，吩咐完之后就在原地等着。一盏茶的功夫，张大开带着信任的10来个人出了城门口。跟我来。王小夏说完，转身带他们来到一座林子外，让他们都在林子外等着。他进林子找了个地方把战马放出来，牵着其中一匹战马走在前面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正是彭虎的战马飞扬。张大开不知道嫂子这回又要给他们什么惊喜，心情还有些紧张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见张提激动地喊了起来：马，好多马！这是战马，这么多战马！他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。张副将，这好像是彭虎的飞扬！天哪，高人，您怎么做到的呀？张提一脸崇拜的目光。回去再说。张大开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战马，嫂子实在是太神了。我说今儿怎么没见他们一早就来叫嚣了？原来战马都被我们的高人给弄走了，高人太厉害了。张提越说越带劲儿，那崇拜的眼睛冒着光。张大开好几天没睡好了，这应战和不应战之间徘徊。不应战会让敌方觉得他们是懦夫，若是应战，将军不在军营的事情就会暴露出来。王小夏自然知道张大开心中的顾忌，这些日子辛苦了，做得不错。我还怕做不好。回去吧，有些事情要跟你说说。走，见你们将军去。将军闭关了，估计没那么快出来。两人翻身骑上马，先一步回城里的军营里。把战马的事情处理完之后，王小夏又把敌军现在的情况给张大开说了一遍。张大开听完更加发愁了。若是那个林木聪跟彭虎联合，那我这里肯定顶不住。放心吧，他们两人水火不容，不会凑到一起的。不然刚才我就直接把彭虎给宰了。留着彭虎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他们没了战马，一时半会儿不会来叫嚣。说是出了特殊状况，让人去村子里找我，给我弄辆马车。我出来1个多月也该回去了。要不我让张提送您回去，那小子机灵得很。张大开想让张提去认个路，他如今手上的人不够用，信得过的几个都被安排做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也觉得他挺不错的，可以培养培养。那个死太监最近没有出什么问题吧？你偶尔要去看两眼，现在是关键时期，可不能出什么差错了。王小夏算了一下时间，孙九州应该已经到了玄武城，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是否顺利。张提早就对王小夏崇拜坏了，一听可以送他回去，高兴的连连点头。有劳嫂子的帮忙了。张大开恭敬的给嫂子拱手行了个大礼。嫂子，这高人还是个女子。张提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睛。傻小子，这是将军夫人，记住，这件事打死都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张大开看了张提一眼，若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来，他很难相信一个妇人居然有这样的神通。我发誓，死也不说。张提立马竖起手指发誓。行了，走吧，一会儿去镇上，我还得买些东西带回去。王小夏说完，先走出了营帐。这个拿着。张大开把自己的军饷扔给张提带上。很快，一辆马车停在营地外面。张大开让人搬了几袋粮食送到马车上。看到粮食，王小夏想起这回算是便宜了彭虎。可若是再把粮食卷走，彭虎可能会因为再度丢失粮草，被林木聪背后捅一刀。换成林木聪来，可就没有那么容易拖延时间了。马车一路狂奔，王小夏有些累，就在上面睡着了。到了镇上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下午。张提叫醒了嫂子，两人去了一趟红砖院子。张提让嫂子在马车上等着，他去把章鱼哥叫出来。嫂子，这是日子过得清闲，两人都发福了。之前让你们练的那些，你们有继续练吗？章鱼知错，从明儿开始会继续修炼的。
你们都是随时要上战场的人，练好了自己的功夫才能保命，切记不可浮躁骄傲。王小夏又教训了他们2句，再说了说那边的战况，就让张提赶着马车去买东西。等把需要的东西买好之后，他让张提去镇子口等着，他要找个地方把那些土豆拿出来，回去之后才能把土豆给种上。张提没见过这东西，看着嫂子背着这篓东西，很是好奇地问了一句：嫂子，这是什么？你没见过这东西吗？王小夏从背篓里拿个土豆递给张提。张提认真地看了看，确定地摇了摇头。王小夏心里想着，可能他们真不认识，把土豆扔到背篓，就让张提赶着马车往回走。回到村子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1个多月没回来，村子里已经多了好几座红砖房子。看来他离开的这段时间，大家都很勤快。听到有马车的声音，老二第一个冲出了院子，然后朝马车跑了过去。老二身后跟着老三和老四，3人看到是个陌生男人，眼底布满了失望。王小夏看到老二他们跑过来，让张提停下马车，然后从马车上跳了下来。娘，是娘回来了，真的是娘回来了。王小夏这些日子也很想念这些孩子，这就是家人的牵挂，这是他前辈子没有过的感觉。娘刚回来肯定嘞，老四还不快下来？老二说着话，上前把老三给拽了回来。王小夏看着老二像个小大人一样，上前摸摸他的小脑袋，让他们带路回家。跟着老三他们回到家，看着这红砖大院儿，他心情极好的回头看向张提，说道：马车赶进院子，爹娘，这是大开的兄弟张提，大开让他送我回来的。孙青毛和王氏听说九州家的回来，也都从屋子里出来了。大兄弟，进屋，今晚住上一晚，明儿再走。老婆子，赶紧去给他们做饭，2人应该都饿了。孙青毛说着，把大门打开，让张提把马车赶进院子里。之前九州媳妇儿说了要开作坊，以后肯定还得买几辆马车，所以他们故意做了个大院子，院子里可以晒药材，也可以放车厢。师傅啊，这是照您要求盖的房子。李老头听说师傅回来，也从山脚下跑回来了。王小夏回过神来，看向李老头，说道：这次出去带了点好东西回来，一会儿给你看看。师傅捡到宝了。张提见着老头叫嫂子做师傅，嫂子得有多厉害，一个老人都拜他做师傅。老二，先把粮食搬下来，那筐子东西找个地方放好，很快就用得上了。从屋子里出来，王小夏才意识到回来那么久有2个人没出现，有些担心地问了一句：图图和老大呢？怎么不见他们人呢？娘，村子里的人回来的差不多了，白天跟着李爷爷种药，晚上图图和大哥被请过去教那些孩子识字。老二一脸自豪地说着，他们家可是出了2个有本事的人。看着老二那自豪的小样儿，王小夏用手指戳了戳他的鼻尖。李老头一直在院子里等着，想知道师傅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。看到师傅从房间出来，他就笑嘻嘻地迎了上去。王小夏没把绝妙丹方拿出来，免得这老头太过痴迷。他之前为了增加记忆，把看过的那些页面都抄录了一份，把这份抄录的递给李老头。李老头恭敬地双手接过来，他着急地翻开看了看，看到里面的丹方，脸色巨变。这些都失传了，师傅，您哪儿弄来的？他无比吃惊地看着师傅。这个不用管，反正保证是真的就行了。明天再看吧，等我想起其他的，再给你写点出来。王小夏知道李老头痴迷这些，这完全是对医术的热爱，这种人值得尊敬，所以他才会把这些拿出来给李老头。李老头深深地鞠了一个躬，
如获至宝的抱着本子回屋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张提就回去复命了。王小夏嘱咐他，回去让张大开在城门口设置一个阵法，以往万一城门就此关闭，晚上巡逻的人不能减少。张提把嫂子的话给记上，接过他给的几个包子、一壶热水，赶着马车回去了。张提一走，孙青毛就问起了孙九州的情况。王小夏只能找借口拖延时间，告诉梁老，虽然打了胜仗，但是敌方还在叫嚣，一时半会儿是没法回来的。孙青毛也知道大儿子身不由己，也没再问什么，跟公公婆婆说了会儿话，他就拿着2个土豆找李正叔去了。郭13这段时间都忙着给大家烧砖，一时半会儿走不开。等他忙完手中的事情的时候，已经是到了半夜，他只能大早上过来见见嫂子。嫂子，您回来了。他说着话，高兴地迎了上去。回来了。我就说13很厉害，没有你哪会有这些砖瓦房呀，辛苦了。王小夏一脸欣赏地说了一句。郭13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挠了挠脑袋，脸红了。是啊，不是13，我们也住不上那么好的屋子。孙青毛也觉得郭13是个不错的小伙子。走，跟我一起去李正叔那边，我有件好事儿要跟大家说说。王小夏想要尽快把土豆给种上，免得耽误了时间。如今大家都在附近搭建房屋，所以住的也都很近，没多久就到了孙李正家里。孙李正听说九州家的回来了，打算亲自去一趟，没想到人家上门来了。到院子里来坐。13呐，多亏了你弄这个红砖出来，不然我们也没这么好的房子住。九州家的还是你有眼光，13是个人才呀。他看到郭13也跟着来，对他那是赞不绝口。王小夏听到李正对郭13的赞赏，知道他在村子里已经立足，心里也替郭13高兴。您过奖了，还多谢李正叔的收留，多谢嫂子的帮助，要不然我们兄弟几个真的没处可去啊。这次我出去在山里找到这个，现在正好把这些种下，过几个月就能收获。这是什么？李老头好奇地拿起一个闻了闻，又翻看了一番。这个东西啊，叫土豆，可以当做主食，也可以用来做菜。这是在山里发现的，种起来也比较简单。如今很多人种不起粮食，可以种这个。不过我现在手里的种子有限，这一茬儿估计也就能种几亩地，要等到下次收获之后才能多种些。王小夏将土豆介绍给大家，屋子里的人都没听过这东西，更别说吃了。孙李正也为粮食的事情发愁，虽然现在他们已经种了些药材，可也有不相信的，还等着去种粮食。而种子小镇上有卖，价格却是贵得离谱。村子里有一小半跟着我们种了药材，还有一大半都在观望。而且我们的地现在也没种满，每家留了一些下来，看看能不能买到点种子。他把现状跟九州家的说一说。王小夏也明白，很多人已经习惯种粮食，战乱虽说平息下来，可外面的局势不知道怎样，不少人为了重建家园辛苦地奋斗着。而这种时候不乏那些无良商家，就算不去看，也知道今年的种子得有多贵。相信的人会相信，不相信的人怎么说也不会相信。李正说，剩下的地不种药材就种土豆吧。不过说是他们不愿意，我们也不去强求，毕竟挣钱这种事情自己不上心的，我们何必为他们上心。他说完看了在座的人一眼。嫂子，你说怎么做我跟着就是。你不用管，把你的砖烧好。我看村子里还有想要盖房子的，先把房子都盖上，你派几个人出来给我就行。这2天把土豆种上，没事做的人可以上山找些药材，那些药材你们也都认识。我抽个时间把剩下那些药材给卖了，到时候给大家把钱分分。王小夏知道赚钱是刻不容缓，
可是他口袋里的银子不会拿出来。人心贪婪，他不可能惯着那些偷懒的人。孙理正见九州家的执意要种这东西，便是让阳光把家里剩下的几亩地拿出1亩地出来跟上。王小夏现在的种子也就只能种几亩地，空间里倒是也种下了一些土豆，但是这些土豆在没必要的情况他不会再拿出来。这可是林田种出来的土豆，他得留着给家里人吃。嫂子，村子里的庄估计也烧不了多久，而且很多人都是欠着钱没给的，这样下去我们还是不够吃喝啊。是啊，单靠村子里的人养不活大家，而且这战乱刚刚过去，很多人也不敢冒险，所以即便是你们扩大客户，也未必能挣到钱。王小夏一路回来，看到很多村子的人也都住在原来的地方。他们村子如果不是出现特殊情况，也不会这样大面积的盖房子。说完，他静静地想了想，随后有了新的决定。明天开始，留下几个人看着砖窑，大家轮流带着村子里的人上山挖药。现在是春天，山上的好药不少，但是山上有蛇，上山之前必须都涂上去蛇的药再去。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把你们认识的挖回来。这2天我把土豆的事情弄好，就去县城看看药材的价钱。他把新的打算告诉大家，让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。李老头站在那儿发呆，脸色还不太好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王小夏却是一语道破了李老头的心思。你如今这张脸等于是换了个人，估计也没人知道你是谁了。李老头摸摸自己的脸，若不是恢复了记忆，照镜子的时候他也以为自己是个老头。师傅，什么时候去县城，我也跟着您去长长见识。他见自己的心思被师傅看穿，干脆鼓起勇气迈出一步。师傅，其实市面上比较需求的是一些可以安眠的香囊，特别是一些病患常年都睡不好那种，非常需要，做起来也不太难。李老头给师傅提了个建议，王小夏觉得简直是不谋而合。失眠在什么地方都会出现，这样的香囊不愁没有市场。除了香囊，他还想去做一些泡脚的药包。药包可以做有助于睡眠、减肥，还有医治某些疾病的。这些品类可以很多，具体还得看看市场需求如何。从砖窑往回走的路上，他们正聊得高兴，突然碰到了一个大傻子。那傻子一看到王小夏，就满脸热情地迎了上来。小夏，你看个日子，我上门娶你。张秀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还十分不要脸地说出这样的话。郭13几人听了，直接就傻眼了。这是哪儿冒出来的傻子？脑子有坑不成？王小夏几乎忘了这个渣男，没想到他还敢往自己身上凑。不过还没等他开口，人就被踹飞了出去。砰！张秀才的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很快砸在地上。幸好这些地上都是泥巴，不然他这身骨头估计得裂几根。什么妖魔鬼怪，居然敢亵渎嫂子，你是不是想找死啊？你怎么能这么无情？张秀才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。前段时间回来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如今这个丑八怪那么厉害。他想着为了能过上好日子，不惜压低的身价把人给娶了，没想到这丑八怪居然翻脸不认人，还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个这么厉害的姘头。你这种人渣也配说这2个字？人家刘寡妇可是为了你连脸都不要了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王小夏嘴上这么说，心里知道这人渣是想做他的小白脸。一听提到刘寡妇，张秀才还觉得是这个女人在吃醋，便是一脸委屈地说道：都是那女人一厢情愿，我可从未许诺过她什么，你可别听她瞎说。王小夏忍不住笑了。渣男向来都自我感觉良好的吗？若不是老二在这里，这些话他直接就吐出来。老二见张秀才被打了还不死心，上前拽住他的衣领，凶巴巴地吼道：
你若是再敢缠着我娘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郭13在心中补了一句：“你若再敢缠着嫂子，我打断你第3条腿。”可这样的话，他不好当着个孩子说出来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可是村子里唯一的秀才，你一个带着孩子的婆娘，难道还要嫁给大财主不成？王小夏觉得张秀才说了个天大的笑话，不用等他说什么，郭13已经上去拽住那个垃圾，来了，走你！啪！张秀才再次被飞出去，他觉得身上的骨头都要断了，顿时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。哎呦，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我还想人打死人了！郭13根本不再理会这种人，王小夏更是看都不看一眼，带着人去了田里。张秀才最后是被刘寡妇扶着离开的。刘寡妇这么做，就是要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，张秀才如今是她的男人。可偏偏张秀才就是想吃定王小夏。这件事儿一下传遍了整个村子，流言蜚语满天飞。哎呦，原来张秀才喜欢九州家的，看不出九州家的还有秀才能喜欢呢。谁知道呢？或许人家是活好呢。你没看到那身材，前面后面可都不小。可不是啊，人家虽然看上去瘦，前面后面可不差。想多了吧？你们是没见过那叫老九的男人，比这个什么秀才不知道好多少。那个秀才简直就是痴人想梦。最后的话是袁氏说的，他觉得老九又有力气，对王小夏也好，而且还有个贵公子格桑也想着王小夏。王小夏又怎么会看上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张秀才？以前他觉得男子读书就好，可经历过那些生死之后，他觉得男子光读书没用，还得学会自保。如今他就让他们家大头以后跟在老五屁股后头，不仅能学字，还能学功夫，学识别药材。袁氏现在还不知道，让儿子跟着九州家老五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。王小夏和张秀才的流言蜚语很快传到了孙礼正的耳朵里。孙礼正听完很是生气，当初收留张秀才只是看中那个小子是个秀才，想让他给村子里的孩子做个榜样。如今看来，这个张秀才只是游手好闲，在村子里胡乱勾搭的混子。他可不想留着这样的混子在村里败坏九州家的名声。爹，要不把那张秀才赶出去好了，反正他也只是个外来户。他有秀才的头衔在那儿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呢。听到这话，孙阳光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不过他会告诉郭13那些兄弟们，让大家都留意一下那个张秀才，可别让那混小子乱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小夏带着一家子人下了地。七周，土豆的苗就交给你和弟妹，土豆大概5天左右长苗，到叶子很多的时候，再弄草木灰盖上一层，有肥料就更好了。记住，施肥的时候可别把苗给压弯了。王小夏把看管土豆的事情交给七周，他怕几个孩子有些事情做不了。孙七周认真地答应下来。弄完土豆，王小夏带着人回去了，他要规划一下1天时间大家需要做什么。刚刚把手中的规划写完，就听门口传来袁氏那大嗓门的声音：“不好了，九州家的那个张秀才在村子里口闹着要上吊了。”袁氏得到消息就赶紧过来报个信儿，毕竟这件事也跟王小夏有关。张秀才上吊？哼，死了不是更好？九州家的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？我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像他那种渣男，死了更好。哎呦喂，我也想他死了最好，可如今他在村子里大肆宣扬你始乱终弃，他没脸见人要上吊的，连李证书都去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我他妈的想杀人！张氏听到喊声也跑了出来，
想到一个秀才能这么不要脸，他也有些心急起来。我跟你去看看。他拉住了小夏的手。王小夏眼底划过了一抹浓浓的杀气，点了点头，跟着袁氏离开院子。张秀才上吊还选了个风水宝地，村子中间唯一的一棵大树，树下已经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。看到九州家的来了，议论声越来越大。这事儿搞得那么大，差点没把孙李正给气出毛病来。李正媳妇儿走到王小夏的身边，把情况又大概说了一下，恶狠狠地瞪着张秀才。若是眼睛可以杀人，估计已经被他给杀了。凡是受过王小夏恩惠的，都对张秀才痛恨无比。但是很多后来回村没在王小夏这里得到好处的，却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小夏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怎么能不要我？这是你送我的砚台，难道你不记得了？砚台。王小夏努力回忆了一下袁深之前做的荒唐事儿。袁深还真是送过一方砚台给张秀才，那是张秀才刚刚用花言巧语骗袁深的时候，袁深就想要再嫁个读书人，于是便从那笔抚恤金里拿出2两银子给买的砚台。这袁深也是个傻的，2两银子都能买一些一般的首饰，他却不舍得买，买了砚台送给这渣男。老大看到那砚台，觉得有几分眼熟，认真一想，这砚台之前见后娘从外面拿回去过，难道……王小夏心口有些疼，这没脑子的原主尽做些糊涂事。估计就是因为这砚台，张秀才才如此有底气，而他自然也不能承认，便是故作恍然大悟地说道：“这砚台原本是要送给老大的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送给九州大娃的？对呀，九州家大娃很早就会读书识字了，做娘的送砚台不是很正常的事儿，怎么就出现在张秀才手里了？原来是偷的！张秀才，你真枉费了这个秀才名号，居然还偷东西！”袁氏立马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，生怕其他人不知道。张秀才原本以为有了证据就能胜券在握，没想到居然还被倒打一耙。胡说！我怎么可能偷呢？我娘可不会把这么好的东西送你，你这人太不要脸了。一旁的老大默不吭声。刚才张秀才说的那个时段，正是他们跟后娘水火不容的时候，后娘怎会买砚台送他？说是要送他，那天明明看到他了，为何不直接给他？王小夏察觉到老大眼神中的异样，看来这小子对自己依旧是有所怀疑的。他回过神，不急不慢地说道：“记得那次跟几个孩子吵得很凶，后来冷静下来想想，老大爱念书，为了缓解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才去买了这个砚台。结果回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又在家里捣乱，一气之下，我就把砚台收了起来。过了那么久，我几乎都不记得这个砚台了，没想到却出现在张秀才手里。张秀才，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，偷鸡摸狗的事情也做得出来，你这个秀才的名号也别要了吧。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丑八怪吗？不，绝对不是。那这女人是谁？这实在是太邪门了。这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不如见官好了。一个唯恐不乱的村妇突然喊了一声。这村妇不是别人，正是刘寡妇家的人亲戚。他们是想刘寡妇嫁给张秀才，好歹也是个秀才呀，以后说不定能为家里争口气呢。见官，那真是好主意呀！趁这个机会把秀才的名号给卸了，没了这名号，到时候看张秀才还能做什么。孙李正看了一眼九州家的，这都是丑事，见官不仅对九州家的不好，对他们村子的名声也不好。可如今这事儿不处理妥当了，这张秀才肯定还会咬着九州家的不放。见官就见官，13，去把马车赶过来，带上李正叔，我们去县衙等着。王小夏一脸自信地说着，
丝毫没把张秀才这个人渣放在眼里。张秀才听说要见官，倒是不怕了。虽然他在县里不算太有名气，好歹也是个秀才，县官多少还是要给点面子。只是让那些同僚看到他求娶个丑八怪，他倒是觉得挺丢脸面的。可他也不想放过这个铁饭碗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张秀才，你……刘寡妇，多谢你对在下一片痴心，只是如今在下心里只有小夏，再也放不下任何一个女子，你还是另找良人吧。张秀才到了这个时候，还不忘加多一些痴情戏码。刘寡妇一听，哭得那叫一个伤心。王小夏却依旧是冰冷目光，现在扮演的多痴情，一会儿就有多打脸。哼，这场戏也不知道多少人会喜欢。下跪何人？何事鸣冤？民妇王小夏叩见知县大老爷。民妇状告张秀才败坏民妇名声，还请大老爷为民妇伸冤。王小夏的声音铿锵有力，响遍了整个衙门。哦，一个村妇状告一个秀才，县令还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。大人，学生张义德，这夫人成了寡妇之后勾引学生，学生觉得愧对于他，便是想将他迎娶过门，他不仅不知感激，还始乱终弃，还请大人给学生做主。张秀才这张嘴还真是厉害，白的也能说成是黑的。这话一出，看热闹的人群可就炸了锅了。这可是秀才，这妇人是个寡妇，人家秀才都说要迎娶她，居然如此不知好歹。可不是嘛，一般人还攀不上秀才呢。寡妇还如此不要脸，真是少见了。听到外面的议论声，王小夏脸上依旧平静，倒是张姐和周氏气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名声对一个女人有多重要，他们都非常清楚。这个不要脸的张秀才，红口白牙还敢乱说。我与他并没有太多瓜葛，倒是之前他向我借银子，我没给，他记恨在心，还偷了我送给大儿子的砚台，那砚台如今就在张秀才手里。张秀才突然觉得手中的砚台成了烫手山芋，以前从来都不觉得这丑八怪那么能说。王小夏看了一眼张秀才那张脸，已经有些发白。切，就这点伎俩还想吃定他，这渣男是个十足的蠢货。大人，他胡说，这明明就是他送给学生的定情信物。张秀才立马反驳起来。王小夏听完笑了，大胆，岂可在公堂之上如此无礼？县官大人还是很看好这张秀才的，毕竟一个秀才要娶媳妇儿并不难，而且秀才也是官家的面子。可很快他就发现打脸的有些快。大人，民妇可不会喜欢一个水性杨花的男子。你可知道污蔑秀才是要承受杖责的？县官大人厉声警告王小夏。大人，民妇这么说自然是有证据。王小夏一句话让原本哗然的县衙门口一下子安静下来。你若真有证据，本官一定不会偏袒他。县官大人听完有些吃惊，看着妇人不急不躁的样子，村妇告秀才还胜券在握的样子，实属少见。王小夏看了郭13一眼，郭13点了点头，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还望大人给些时间，证人已经在半路了。”证人？张秀才听完讽刺一笑：“好，那本官就等着。若是你的证人不到，本官不仅要交你杖责，还要将你收押。民妇若是不能将这个恶人惩治，甘愿受罚。”王小夏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。衙门口一下子又炸锅了，全都很好奇，这丑八怪到底找来怎样的证人。半盏茶的功夫，一盏茶的功夫，又是过了大半个时辰，依旧是没有看到所谓的证人出现。周氏和张杰有些心急起来，郭13和那些兄弟也有些按捺不住。
明明那些人都已经答应了，为何却不出现？唯独王小夏没有慌，他跪在那儿安静地等待着。王小夏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居然敢戏弄本官，该当何罪？大人稍安勿躁，民妇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若今日不严惩这个恶人，以后还会有更多夫人或者深闺小姐们受害，还请大人再给一些时间。张秀才见丑八怪还不死心，故意恶心的在旁边劝了一句：小夏，你怎么还执迷不悟？若不是因为我们俩有肌肤之亲，我也不会那么急着迎娶你啊。众人听完，全都用异样的眼神看向王小夏。王小夏则是挺直腰杆说道：清者自清，不是所有人受了欺骗都会忍气吞声。我今天就不信那些被你欺骗过的姑娘们愿意看到你这种人继续行恶。郭13握起了拳头，若不是在公堂之上，他现在就想把这个混蛋给一锤打死。人群之中终于有了骚动，几个蒙着面纱的女子陆续从里面走出来，她们齐齐跪在了地上。民女周燕，还请大人为民女做主。张秀才在民女手上前后骗取无量银子，他让民女等他上门迎娶。大人，这里还有他为民女写的诗。民妇陈莲是附近村子的寡妇，张秀才娶了民妇，等太平之后就会迎娶民妇。这是他留给民妇的纸扇，民妇的家人也见过他。民妇王小娟，这是……陆续来了7、8个女子，基本都有张秀才给他们写过的诗。他们本以为这会是个良人，没想到全都上当受骗。如今公堂之上可是哭声连连。王小夏看到这里，又磕头说道：大人，民妇虽然已经嫁人，但是民妇并未跟相公圆房，刚才这畜生故意玷污民妇的名声，民妇请求大人请人为民妇验明正身。他虽然很不想做这件事儿，可他知道人言可畏，即便是张秀才受到惩罚，也控制不住那些嘴，所以他必须自证清白。来人，把周婆子请来。师爷很快找来周婆子，周婆子将王小夏带进后堂，很快两人就回到了大堂之上。周婆子上前给大人行了个礼，说道：禀告大人，这妇人是完璧之身。一句完璧之身将张秀才泼的脏水全部扫净。啪！张得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秀才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他满脸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丑八怪。他不明白，短短几个月，这丑八怪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。大人，学生知错了。张得意，你身为秀才，不好好读书，还敢做出如此丢人现眼的事情，从今日本官就卸了你这个秀才，令杖责20大板，退堂。县官老爷饶命啊！学生可经受不起这20大板。张秀才一听，不仅要革去秀才的名头，还要被打20大板，那不是等于要他的性命吗？哭声还没停止，就听孙礼正大声说道：张得意，当初老夫见你是个人才，收留你在孙家村住下，没想到你这人居然如此不知廉耻。王小夏的男人可是战死的，你怎么就那么没脸没皮呀？原来他男人是战死的，这张秀才实在太可恶了。张得意，你实在是太无耻了，本官会向上面奏明，从此你再也别想踏入仕途。张秀才听到县官大人后面的话，当场晕倒在了地上。可晕倒，板子还是要打的。王小夏坐在回去的马车上，一路上打着喷嚏，大家还以为他染了风寒。王小夏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到了半夜，发现几个孩子都没睡，图图直接冲到了他怀里。娘，您受委屈了。娘没事儿，没事了。张秀才被割去功名，李正把他撵出了村子，以后这个人也不用碍眼了。
抬头扫了几个孩子一眼。老大依旧在为砚台的事情对后娘有所怀疑，因为他不相信那个时候后娘会给他买砚台。第二天的时候，他找时间跟三婶问了问昨天的情况。周氏也不傻，知道老大这是对嫂子不放心。他看着其他人都在忙活，便是跟他认真的说道：人心都是肉做的，老大，你娘为你们几个孩子做的够多了，若是你们还不能相信她，那就别怪她以后不再护着你，因为她没有这个义务，也没必要护着一个对她有二心的人。老大错愕地看着三婶儿，之前三婶儿胆小怕事，可是经历了这些之后，三婶儿似乎变好了，变得胆子大了。这话你若听得进去就听，听不进去，三婶以后也不会多说，毕竟这是你们母子之间的事儿。周氏说完起身去忙了。老大摇了摇嘴皮子，想着山上那些日子发生的一切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不应该怀疑后娘。说是后娘真不想跟爹过了，完全可以答应格桑叔叔。那张秀才只是个废物，后娘是个如此有才之人，他的眼光不会那么低的。他拍了一把脑袋，然后快速跑了出去。今儿刘屠夫跟二虎他们几个运气不错，打了头野猪。刘屠夫带着大家在后院忙活，把猪杀了。老大将一碗水送到后娘面前，恭敬地道歉：娘，对不起。王小夏愣了一下，大概明白了老大这句道歉的来源。他接过水喝了几口，也没有说什么。老大知道后娘是生气了，他知道这种不信任很让人伤心。老二不知道大哥为何要向娘道歉，便是凑了过去问了一句：大哥，你怎么又惹娘生气了？我不该不信娘。大哥，你真是太笨了，就张秀才那样的蠢货，娘岂能看得上？是啊，他就是个蠢货。老大觉得妹妹骂得对，他一下跪在了娘的面前。王小夏依旧坐在那儿不吭声，也没有把人叫起来的意思。孙青毛和王氏也不过去把人拉起来。九州大娃已经不是第一次不相信九州媳妇儿了，若是一直这样，谁的心都会凉的。倒是张姐不想他们母子以后会出现间隙，上前拍拍王小夏的肩膀，摇了摇头。王小夏最后看在张姐的份上，才不情愿地吭了声：起来吧，都那么大个人了，想事情别只想着一面，不是所有人都会原谅你第二次的。儿子谨记娘的教诲。老大在地上磕了个头。等过些日子县里平静些，你和图图就去读书，免得天天在家里胡思乱想，浪费家里的粮食。王小夏说完，站起身往厨房走去。老大跪在地上傻眼了，娘刚才说什么？图图也有些惊讶，他还想着这些日子多跟着娘多挖一些草药，为家里多赚点银子。娘真好，大哥，你以后可别做糊涂事了。你娘如此不容易，你这小子居然还怀疑你娘，活该你娘生你的气。都去收拾一下，等着吃饭。爷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我一定好好读书，考取功名。图图，你不想去读书吗？图图抬头看着奶奶，又看看晒在走廊上还没收的药材，满脸愁容地说道：我们两个读书得多少银子？娘现在拿得出来吗？他大笑一声，走进院子，上前拍拍图图的肩膀，说道：放心吧，师傅卖了药之后肯定有钱给你们读书，就师傅那脑瓜子，跟着师傅肯定能暴富。对，娘是世上最聪明的娘，可是我也想帮家里挣钱。图图想着刚刚来的时候家里吃口饭都紧张，他觉得要多挣些钱，才能让娘以后能过好日子。李老头一脸慈笑的摇头说道：你和老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读书，把书给读好了，以后做买卖才能看得懂契约，不然到时候被人骗了都不知道。周氏知道大嫂要送老大去读书，
心里也开始筹划着攒些钱，让儿子也跟上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小夏带着孙老头还有老二几个去了城里，他们装了一部分药材，那些药材都是在山里时候大家积攒下来的。他打算尽快换成钱给村民们发下去。看到有马车停在门口，陈东连忙放下手上的活迎了上去。多日不见，你们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。陈东愣了一下，很快就想起这正是那位孙娘子。掌柜的，孙娘子来了。一听孙娘子来了，原本在柜台里忙活的莫掌柜和胡掌柜都放下东西走了出来。看到两位掌柜，王小夏大概猜了一下，估计这莫掌柜的生意太忙，忙不过来了，直接把胡掌柜给弄到县城来了。果然，没等王小夏发问，胡掌柜就自己开口说了：孙娘子，以后要卖药草，估计得到城里来。莫老哥忙不过来，我买下了隔壁的铺面，后面带院子的，以后就住城里了。这样挺好，反正如今我们有马车，去城里的路程跟去镇上差不多。劳烦两位掌柜的帮忙看看，我们这些药材都什么价，到时给个价格表，回去之后我也好跟村民们收货。一共搬下来6大筐的草药，每一种药材都分好类别。孙娘子，是不是之前说的事情你开始做了？胡掌柜记得之前孙娘子说过，要让村子里的人帮忙收药。对，但是很多事情才只是开始，我还得想想这中间的差价，可不能做亏本买卖。王小夏等着胡掌柜把价格都写上去，认真的思考了一下，决定每种药材抽5文钱。虽然赚的少了一些，一旦做起来就可以积少成多。他又问了一下关于外面收购的药材价格，比他给村民的还要便宜2文钱。这样的价格收药材并不难。把药材的事情谈好，他问起了县城里的书院。东城县城小，私塾可不少，但是真正的书院只有东陵书院一个。别看这只是县城的小书院，书院的院长顾长青那是太子的启蒙老师，若是被顾院长看上，那可就等于比普通孩子多了更多的机会啊。太子的启蒙老师顾长青，王小夏脑海里居然想不起这号人物，看来真的是细节决定成败。他以后一定要改掉跳章看书这个坏毛病。那这东陵书院是不是很不好进？他紧张地看向莫掌柜，莫掌柜微微一笑，说道：我倒是跟书院的秦父子有点交情，若是你真的要送2个孩子进去，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。那太谢谢您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再去外面再到处打听了。王小夏可是清楚地知道，读好学校这种事情那可是拼爹的，可惜他们的爹现在可顾不上他们。说是莫掌柜真能把2个孩子送到这个书院，这份恩情他肯定会记好了。这秦夫子为人正直，我只能是眼见，最终能不能进去还得看2个孩子的资质。王小夏也有了新的打算，既然要让孩子们出人头地，那就要慢慢去接触大城市的繁华。山村生活虽然淳朴，却不是他最想要的归宿，所以一切都要开始打算出来，包括找回原身的那个身份，让那个狂妄自大的替代者得到相应的惩罚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，如今他才只是开始，要夺回原主的那个身份，必须先强大了自己。听说以后能去城里生活，郭13和独眼龙他们几个都乐坏了。他们本来以为有前科，能在村里立脚已经不错了，没想到嫂子的志愿如此宏伟，居然要带他们去城里生活。嫂子放心，我们肯定努力干活。我知道你们一直很努力，不过要去城里，那就得多带几个人出来。李老头，你看看这些日子，村里哪些人比较适合学医，都收了吧。李老头觉得这锅好重呀，不过师傅开了口，他哪能违抗？他仔细想了想，那个孙阳光不错，3观很正，
还有那个孙杆子也不错，他虽然没有孙阳光学得快，但是那小子挺勤奋。我相信你的眼光。13，时辰不早了，把人叫来都领钱吧。郭13太过兴奋，带着独眼龙和另外2个兄弟出门，一路喊：领钱了！第一批卖药材的钱回来了，都到九州嫂子家领钱去啊！声音像是有魔咒那般，让所有村民都好奇的到了王小夏院子门口。那些可以分钱的都昂首挺胸的走进院子，其他人都在院子门口看着。今天领的银子比昨天的多，袁氏高兴坏了，拿着银子还不忘喊上一声口号：跟对人真能发财，以后我袁氏就跟着九州媳妇儿干活，多挣钱，到时候给我儿子读书。对，我也要给我儿子读书，以后肯定跟着九州嫂子努力干活。孙杆子也乐坏了，如今爹和大哥他们也都回来了，之前让大哥跟着挖药，大哥还不愿意，这下他们肯定没话说了。院子外面有人按捺不住了，有村民开口问道：九州家的，我们那些药材什么时候能收啊？这2天大家整理一下，不会收第一批。每天的价格不一样，我收药材肯定会赚钱，但是跟市场价格不会相差太大。若是觉得价格不够好，也可以去镇上卖。不过长期给我们提供药材的，以后有好事的时候会优先考虑，这些我们都会让人登记下来。院子外即刻响起了议论声，有些想着去镇上的，大多数还是愿意卖给王小夏，毕竟这条路是他指的，他们都很感恩。孙阳明、孙阳光、孙杆子，你们留下来，其他人都回去吧。王小夏见大家好奇，索性直接说明了情况。李老头说看孙阳光和孙杆子2人有点资质，想要收他们做徒弟学医。李老爷子要收徒，李老爷子的医术，村子里的人现在都家喻户晓了。孙杆子傻眼了，他媳妇儿还惹毛过九州嫂子，之前能收留他们2口子已经很感激了。没想到居然还有学医的机会。当家的，你愣在这做什么？还不拜师？崔兰花一拳头就捶打在自家男人背上，这个傻子怎么还愣在这儿？孙杆子和孙阳光对视一眼，2人走到李老头面前，双双跪下，然后给李老头磕了3个响头。这2人是积德了，居然能拜师学医，这以后也是我们村子的福气呀！孙礼正看到小儿子能拜在李老弟的门下，已经笑得合不拢嘴。可九州家的没点杨明的名字，让杨明做什么？杨明哥，你明儿开始跟着13和独眼龙去烧砖。哇，烧砖，那可是赚钱的手艺，这可是把很多人都眼红坏了。哎，多谢九州家的能看中我2个儿子。李正说，这我可受不起，收徒是李老头决定的，人也是他选的。至于杨明哥，是我和13一起选的，所以您不用谢我，这都是他们自己努力换来的。有时候吃亏也是福，这句话很多人可能不明白，以后都会明白的。王小夏这话是说给村民们听的，免得大家以为他是单独照顾李正书一家。村民们听了这话也都深有感触。这些日子为了重建家园，李正家的2个儿子白天黑夜的帮大家盖房子，干活从来也没有说累，也不收他们的钱，甚至连口饭都不会留下来吃。这些亏他们都是吃过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村能出2名大夫了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要努力干活，努力就会有回报的。孙大亮顺着九州嫂子的话大声说道，他是最有感触的。好长一段时间，他躺在山洞里什么也做不了，是九州嫂子和大家帮了他们。下山之后，他就决定要好好报恩。有人喊口号，外面热闹起来。不过也有说风凉话的，比如那些没有参与种药和挖药的村民。王小夏想先让胡掌柜看看这2个孩子，到时候说话也能多一些底气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
几人来到正源药行的时候，秦夫子刚好在店里。这2日，秦夫子头疼的毛病愈发严重，实在是顶不住，只能上门来找莫掌柜下针。胡掌柜看到孙娘子他们到来，把他们安排到了后院，等着莫掌柜给秦夫子下了针之后，看有没有机会再见上一面。胡掌柜安排他们在另一个房间喝茶。王小夏把安神香和香囊拿出来交给胡掌柜，先让胡掌柜他们自己试试效果，再决定要不要放在店里售卖。胡掌柜只是拿着那香囊凑近闻了闻，就又连连打起了哈欠。他可以断定这东西能起作用。好东西，这可是好东西呀！他连连称赞了一句。而此时隔壁房间突然传出尖叫声，所有人都好奇地起身出去看了一眼。声音是从莫掌柜的房间传出来的。胡掌柜赶紧过去敲响了房门。门打开之后，莫掌柜冷汗直冒地站在他面前。这是怎么了？胡掌柜担心地问道。好像这针下的不行啊，我刚打算收了针，看看能不能药物调理了。莫掌柜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……胡掌柜回头看了一眼孙娘子，我去看看。王小夏带着李老头和图图走了进去，其他人在外面等着。眼前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，满脸痛苦的样子。他双手双脚被绑在床上，额头上的针因为他脑袋的晃动就要跌落下来。见状，他先上前去拔了那些针，随后让李老头在屋子里点上一支安神香，并且把安神香直接放在了床头。等着安神香渐渐起了作用之后，他动手给秦夫子把了把脉，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之后，他才动手重新给秦夫子下针。秦夫子已经睡安稳过去，直到下完针，秦夫子都没曾醒过来。莫掌柜激动地上前给把了把脉，发现秦夫子刚才杂乱的脉搏渐渐平静下来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他一脸感慨地朝孙娘子竖起了大拇指。我师父自然是高明，不然老头子我也不会拜他为师。李老头听完一脸得意。孙娘子高人啊，在下真的是眼拙了。莫掌柜一脸佩服地站起身，恭敬地给孙娘子行了个大礼。胡掌柜过奖了，秦夫子这一觉至少得睡上1个时辰。我们先上街去买些东西，一会儿再回来看看他身体如何。王小夏说完收了针，然后带着图图和李老头走了出去。李老头站在床边看了看，看到秦夫子的脸色渐渐好转，师傅的针法果然是不一般。胡掌柜也上前给秦夫子把了把脉。之前进来的时候，他是给秦夫子把过脉的，感受到秦夫子脉搏的变化，他一脸吃惊地说道：孙娘子这医术深不可测呀。王小夏出去之后，带着李老头他们上了街。正源药铺虽然扩大了不少，但是依旧比不上鸿运药铺。鸿运药铺的生意是全城最好的，他们的店铺也是最大的。13，你带老二去把要买的东西买回来，我和李老头去鸿运药铺转转。他打发老二和郭13离开，带着李老头进了鸿运药铺。门口那小二看他们的打扮都懒得理会，随两人进去也没上前去打声招呼。李老头看了那小二一眼，嘴里骂道：狗眼看人低的蠢货！你个死老头，刚才说了什么？掌柜的，你们家这是请了店小二，还是请了个祖宗？居然敢对客人如此无礼！哼，你有钱吗？还客人？来人，把这2个乞丐给我赶出去！乞丐？李老头一听气坏了，正要跟他理论，却被师傅给拽了回来。既然人家生意不做就算了，反正我这100年人参到处有人收。王小夏说着，从身上拿出了一株100年人参，故意拿在手里晃了晃，声音提到了好几倍。
这位娘子，在下想买你这人参，我爹命悬一线，等着人参救命啊！那人是城里的陈员外，家里有个卧病在床的爹，求着百年人参已经好几个月了。这位老爷要出多少银子？价格合适我就卖了。我出500两银子可以吗？陈员外小声地问道。还没等王小夏开口，旁边即刻响起了很多声音。我出1000两银子。我出1100两。我出1200两。我出1500两。而此时卢大生一听有人来店里贩卖药材，顿时勃然大怒地冲下楼去。他走下去，发现居然是个妇人，身边还带着个老头。看着两人穿着打扮，应该没什么背景，便是开口指责起来：“你是何人？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来我鸿运药铺兜售药材！”这位掌柜的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我本想卖给掌柜的，可你那店小二要把我们赶出去，我等着用银子，才想卖个好价钱。就是啊，我刚才也看到了，这夫人原本是想要卖药给你们的，那小二还让人把他们给打出去呢。一听这话，卢大生脸色冷了下来。这个蠢货，把那么好的生意都给败了，一会儿就把人给赶出去。这话一出，其他客人也跟着嚷嚷起来：“卢掌柜，若是你觉得这里不能兜售药材，这位娘子，我们出去谈价格。”王小夏看着卢大生黑得不能再黑的脸，相信这里很多都是他的老客户，他若是拒绝，那就直接得罪了这些客户；若是不拒绝，让同行知道有人在他店里兜售药材，他这脸也没地方放呀。说是卢掌柜出的价格高，我自然先考虑卢掌柜，毕竟这可是你的地盘。对，若是卢掌柜给的价格高，我们无话可说。他们虽然是鸿运药铺的老主顾，可是这些年来他们被卢大生坑的银子也不少，有机会坑卢大生一回，大家自然很愿意看到的。是啊，我也同意。刚才最高喊到1500两，卢掌柜打算出多少？我出1600两。卢大生回了话：1800两。最开始说话的那个客人加了价格：1900两。2000两。叫价在不断增高，最后到了5000两。5000两呀！卢大生的心在滴血，可是他不能丢脸，不然在同行面前那是抬不起头来的。这个该死的蠢货，他杀人的心都有了。王小夏知道5000两买一株百年人参，那已经是天价了。看着卢大生那割肉的表情，心里真痛快。王小夏心满意足地带着李老头从鸿运药铺走了出来。走出来没多久，就发现后面有人跟着，又是老套路。看来这卢大生是不做记性的人，不好好教训教训，实在是太对不起自己了。师傅，这些人真蠢。李老头察觉到身后的人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不对，王小夏察觉到后面跟来了2伙人，很快他便是心里有数了。他让李老头把身后的人引到前面的巷子，他则是把另一伙人引到一个转角。李老头明白地把鸿运药铺那些人引开，没多久就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。他速战速决地拍拍手，从里面出来。王小夏则是将另一伙人引到了转角的地方。那人跟到转角，发现把人给跟丢了，很是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这可怎么办？若是没有人参续命，爹的命那可就……跟来的正是第一个想要买人参的陈员外，他为了找百年人参，可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。王小夏闪身走了出来，他淡淡的说道：“哼，我还以为是来抢银子的呢。在下无意冒犯，还请这位娘子莫要生气啊。”陈员外客套的朝王小夏拱手行了个礼，生气倒是不会，既然有人给我送银子，我岂能不要？王小夏让陈员外将他们送到正源药铺，然后回去把老爷子送过来。这么一折腾，估计秦夫子也已经醒了，他得先看看他的情况。
陈员外听话的把马车赶到正源药铺，把人送进去之后，发现这药铺的掌柜对这妇人毕恭毕敬，他连忙赶着马车回去把爹给送来。或许爹的病真的有望能治好。孙娘子，你可回来了，秦夫子已经醒了。莫掌柜看了好几次门口，终于把人给盼回来了。我去看看。陈东，说是刚才那位客人过来，你给他找个房间，我一会儿再给他看看。王小夏看了一眼在店铺里忙碌的陈东，陈东想不到孙娘子还会记得他的名字，高兴的抬头应下声来。小夏跟着莫掌柜去了后院，在后院的屋子里见到醒来的秦夫子，他睡了1个多时辰，看上去脸色比来的时候好多了。秦夫子，这位就是孙娘子。秦夫子抬头看到一个妇人和老头进来，恭敬地拱手行礼。多谢这位娘子的高深医术，在下已经头疼了好几次，差点就要拿刀自缢了。秦夫子莫要客气，既然您是莫掌柜的朋友，又被我碰上了，自然会尽力而为。王小夏说着，走到秦夫子旁边坐下，让秦夫子将手放在桌上，他先给秦夫子把了把脉。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下来，等了好一会儿功夫，王小夏拿开手，让胡掌柜拿来纸笔，在纸上写下一道方子。妙，实在是妙啊！胡掌柜看到这方子，赞不绝口。秦夫子见胡掌柜对孙娘子赞不绝口，心中燃起了一抹希望。那就有劳孙娘子给在下下针，诊金多少，孙娘子报个数就是了。诊金就按照莫掌柜说的一样就行。等您好些了，还请您帮我看看2个孩子，可否有资质进书院？好，孙娘子家的2位公子可来了，在下现在精神抖擞，去考考他们的本事。去街上了，我让人把他们叫回来，有劳您了。我还得去看另一个病人，一会儿还请莫掌柜安排一下。王小夏说完，没有在屋子里多做停留，说完之后就收拾东西出去了。这些都是陈员外可以给您买的，您就收下吧。胡掌柜见陈员外对孙娘子太过感激，劝孙娘子把东西收下来。既然胡掌柜都收下了，王小夏也没推迟。收下礼物之后，带着2个孩子上马车回去了。之后3天会过来一次，不管是秦夫子还是陈老爷子的病症，他在马车上都给李老头说得清清楚楚，免得哪天他有事情会耽搁2位病人。小老儿都记下来，师傅以后是想要给人看诊挣钱吗？李老头好奇地问道。暂时不会，偶尔碰到2个有缘分的，我才会出手。王小夏还真没有想过靠看诊吃饭。第一，他还不想自己太过耀眼，这么耀眼没有后台会死得很惨。第二，他还要带着家人们发家致富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李老头明白了师傅的心思，心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规划。第2天一早，王小夏赶着马车去一趟镇上，他直接来到那片红砖院子外面，发现那边依然有守卫守着，不过那些侍卫似乎换了人。他有些担忧地扯了扯脸上的面纱，走到了院子门口。看什么呢？这里可是官爷住的地方，赶紧走。我找章鱼。什么章鱼咸鱼的，没有这个人。王小夏看了那侍卫一眼，没再多说，上了马车。他先赶着马车出了镇子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马车放进空间，然后他去镇上找了今早上拉回来的一个村民，让他回去转告一声，要给客人送药去望城，大概去几天才会回去。张提一看是嫂子，把人请到帐篷说话。张提见过嫂子。现在什么状况？红砖那边换人了吗？那个地方住的是上面来的一位大人，那位大人是来负责寻找黄金的。将军也回来了，前2天刚刚打了胜仗拿下的金城，敌军退到了达城县，将军带着人正在那边清理战场。回来也不让人回村子报个消息，真是过分。说是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张大开什么时候会回来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老大暂时把这边交给我打理。张提摇了摇头，
那耗子可回来了？耗子哥回来了，前面打仗他带着2个徒弟去支援了。可以啊，才多久就收徒弟了？听说那2人是之前将军的旧部，那也是将军的意思。王小夏记得之前孙九州提过，那时候跑出来的还有6个人，以及他之前的副将韩展。看来他身边如今已经不缺人，那他就不用操那份心了。2人正说着话，外面有了动静，雷子和张大开回来了，他们带回来一批受伤的士兵，外面一下乱了起来。提哥，雷子哥他们回来了，我去把雷子哥和老大他们叫过来。张提听完就要出去，却被喊了回来。不用了，血腥味那么重，估摸着有伤员需要救治，既然碰上了，我也闲不下来。王小夏说着话，起身先走出了帐篷。张提见嫂子这么说，赶忙跟去帮忙。出了帐篷，就见陆续有伤员送到旁边的帐篷。王小夏有些担忧起来。这一天越来越热，帐篷密不透风，空气不流通，很多问题就出来了。他决定先上去看看那些伤员的情况，再让张大开他们盖个大点的棚子重新安置。张提半路被喊了去帮忙，他就自己过去了。结果还没靠近，就被一个士兵给拦了下来。哎，说你呢？你是谁家的亲戚啊？这里可是军营，还真是无法无天了。来人，把人给我扔出去！你个蠢货，这是我师父。师父，您来的正好。这次虽然我们打了胜仗，但是病人可不少，我都1天没合眼了。耗子累得浑身都没劲儿，若不是看到那些士兵痛得死去活来，他真想倒下就睡了。众人一听是耗子的师傅，全都非常恭敬地让出了一条道。雷子和张大开看到是嫂子，2人可是有太多话想要说，可现在也都闪到一边，让嫂子先去救治那些病人。你去睡吧，给我找个人打下手就行。你们2个也别闲着，赶紧去找木头搭个大的棚子。天热了，帐篷里不透气，病人们不能在里面待着。领命。王小夏一进帐篷就闻到了腐肉的味道，看来情况有些糟糕。还没等他进去，旁边来了个高大的士兵。师祖好，小的是师傅刚收的徒弟，小的叫韩江。韩江提着药箱走上前自报家门。韩江？王小夏回头看了这个人一眼，记得孙九州身边那副将叫韩展，便是随口问了一句：“韩展是你哥吧？”“是的，师祖。”韩江恭敬地说道。他当然知道师傅的师傅就是将军夫人，而且一手的医术那是出神入化，还没见面他就有些崇拜了。跟着耗子好好学，那小子会的东西不少。王小夏说完进了帐篷，先给伤得最重的几个人剔了腐肉。韩江瞪大了眼睛，因为他发现那些被剔掉腐肉的士兵都没吭声。他之前也被剔过，疼得能让人晕过去。这几个人伤得比较重，单独放在一个帐篷里方便照顾，伤口不要碰水。有的10天半个月长出新肉，会慢慢好起来。刚才给你们下刀子的时候放了药，药效过了之后，伤口还是会很疼，大家好好挺过去。王小夏这话也是回答了大家的疑问。至于这药方子，他打算传给耗子，让耗子好好带着他2个小徒弟，让大家少吃点苦。韩江眼神中的崇拜光芒更深了，他照着祖师说的话，赶忙安排这几个去旁边的帐篷休息。等韩江忙完回来的时候，帐篷里的伤员王小夏已经处理完了。听说耗子收了2个徒弟，还有一个呢？王小夏走出帐篷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师祖，刘武在那边跟着将军，我们都回来了，那边没有人。”韩江如实的回了师尊的话。王小夏觉得这样的安排不错，孙九州身边的确需要人，他带着韩江又继续给其他病人看诊，这一忙到了午夜，他才疲惫地停了下来。耗子这一觉也到了午夜，他去弄了些吃的给师傅端过来。张大开和雷子也跟着进了帐篷，有些事情还得跟嫂子说说，免得嫂子对将军有所误会。王小夏又累又饿，还想洗个澡，
但是在这里洗澡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也不能这个时候凭空消失。坐下来吃着雷子送来的饭菜，还没吃上2口，就见2人走了进来。嫂子，辛苦了。张大开进来找地方坐下，雷子也跟着坐在了旁边。说吧，什么情况？王小夏一边吃饭，一边听听他们要说些什么。张大开看看雷子，雷子才缓缓开了口。将军也是前几日刚回来，皇上下令，将军不仅要拿下京城，还得把那金矿给开采出来。将军马不停蹄的回来，当天晚上就照着嫂子给的图纸去偷袭。前天晚上大获全胜，总算是拿下了京城。不过我们的人也伤了不少。将军打算把金矿的事情弄好了，再亲自回去一趟。没想到嫂子就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连家都不回一趟。王小夏觉得这样没必要再埋怨人家，毕竟皇命难违。放下筷子，他又问了一声：“格桑他们呢？”格桑大哥没跟我们回来，他们好像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我们出城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开了，可能是出门太久回家去了。有次听哈尼说，格桑哥家里好像真是让他娶媳妇来着，可能是去找媳妇也不一定。雷子把事情简单的跟嫂子说说，但是后面的话是另外加上去的。可他真是一番好心。王小夏不傻，一听就知道前面那些是真话，后面那句是假话。不过他也没点破，知道他们的行踪就行了。他打算明天待一天，后天必须回去。等到大后天的时候，还得去城里给2位病人看诊。总不能第2次看诊就让李老头去，这样对客人不好交代。嫂子，您可千万别生气，将军是不想让您担心，才没让我们马上找您呢。张大开见嫂子不吭声，以为是生气了。王小夏抬头看看他们，这几个家伙现在是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，估摸着都把格桑为他们做的事情给忘了。嫂子，您真生气了？雷子小心翼翼地问道。第2天一早，他又去了城里。这次他还是把李老头带来，下针的时候给他讲解，另外又给陈老爷子开了药。秦夫子则是用原来的药。秦夫子给王小夏带来一个好消息，他已经跟院长说了2个孩子的事情。院长答应让2个孩子进入书院，不过能不能拜在院长门下，还得经过一关关的考核。秦夫子拿来2个孩子的入学邀请函，等到9月开学的时候，就把2个孩子送进书院就行了。现在才4月底，9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。秦夫子还给2人带来了一些书，书上的内容可能是之后要考核的，也算是给2个孩子走了后门。王小夏感激不尽，更是用心的给秦夫子看诊下针。这一次主要是给2位病人看诊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他就驾着马车回去了。离开2天，孙礼正已经把要建造围墙的事情跟村民们说了，跟着王小夏一起干活的都同意，那些没捞到钱的一个都没答应。果然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院子里已经坐满了人，连孙礼正也都过来了，他只能找个地方坐下。九州家的，村子里那些没参加挖药的不愿意出钱砌围墙，只能另外想法子了。孙礼正知道大儿子已经把事情告诉九州家的，也就随口提了一句。王小夏开口接了话：“既然有些人不想发财，我们也不能勉强。”接着话，他让李老头把之前的规划图拿出来，他拿出笔在上面圈了几户人家，其中包裹着他的院子、孙九州的院子、原来盖好用来做作坊的院子、三屯叔的院子、二虎家的院子，以及孙礼正家的院子。这些院子旁边还有空地，他打算把这些都圈在一个大院子里，然后开上2扇门，一扇是正门，平时打开的时候车辆可以进来，另一扇则是侧门，天黑之后正门关上，侧门打开，方便大家进出。那我们呢？孙石墨担心地问道。你们院子离这边有点远，中间那些院子没办法圈进来，我看了一下，
这一片还有一些地，到时候会在这里盖上院子。到时候你们几家若是愿意，可以搭伙住进来；说是不愿意就算了，反正到时候都会在这里干活。王小夏只能这么安排，毕竟还有一些村民也想加入他们，不挨着的只能这么处理。孙石墨听完，看了媳妇儿袁氏一眼，袁氏拍了他一巴掌，瞪了一眼：“就你事多，九州家的知道怎么规划，还有你想什么？别理他，你继续说。”王小夏发现，自从给袁氏委以重任之后，袁氏干活的热情那是明显高涨，这倒是让大家都很意外。院子的事情就交给13，到时候把大家都帮上一把。另外就是开作坊之前需要给大家培训培训，就是教你们一些平时需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从明儿开始，你们每天下午花1个时辰到院子里来听课。他继续说着规划，还没等他说完，又有人开口提问：“九州家的，我们这作坊打算做什么呀？”孙干子的大哥孙六子好奇地问道。王小夏记得这人是孙干子大哥，听说之前还不愿意跟来干活，看这样子的确是疑问重重。孙干子真想踹大哥一脚，好好听着就行了，急个什么鬼？王小夏也不生气，反正早晚是要让大家知道的。他不急不慢地开了口：“我和李老头前些日子做了些助于睡眠的安神香，还有香囊，如今放在城里的药铺售卖。今天我去给个病人看诊的时候，掌柜的告诉我，已经有了客人买了些走。我的作坊就打算做这些。”安神香，让人睡觉用的，那玩意儿有什么用？我干一天活累得要死不活的时候，哪儿我都能睡着。孙六子一听，顿时觉得没什么搞头，泄气的瘪了瘪嘴：“你不想干就滚蛋，别在这唧唧歪歪的，没人求你干。”独眼龙看不惯，直接对了一句：“我不干怎么了？你一个外乡人多什么嘴啊？”孙六子鄙视的看了独眼龙一眼，都一只眼了，在别人的地方嚣张个什么？孙干子气得拍了一下脑门，随后上前拉着大哥说道：“哥，你若是真不想干，就回去吧，没人勉强你。不过若是有一天我们跟着九州嫂子发了财，你也别说我没拉你一把。”大家都听得出孙干子是生气了。他们从山坳里出来的人已经完全相信王小夏，此刻都用不善的目光看着孙六子。孙六子这才有些害怕的把嘴给闭上，不过心里想着，孙九州的媳妇儿太邪门了，怎么这些人都像吃了迷药一样向着他？王小夏看了孙六子一眼，平淡的说道：“你没兴趣就回去吧，只要没兴趣的都可以走。赚钱这种事情，没人会逼你做，反正赚到了你也不会分给我，我何必去操这个心？”孙六子原本想马上离开，可一想到弟弟这段时间挣的银子，而他院子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，只能按捺住心中的烦躁，又坐了下来。安静下来之后，王小夏又继续说道：“这只是我们的第一部分产品，之后我还会做一些养生的香料、药包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的东西太少会没有客户，这现成的客户只是第一步，以后我们的东西要往大地方卖，那样才能赚钱。”这话一出，很多人觉得九州家的有些异想天开，他们这些庄稼人没有有钱人的后台，能去县城都不错了，去哪儿找更多的客人买他们的东西啊？王小夏没跟他们说营销战略的事情，这些都是后话，先让大家把产品做出来。他那天跟莫掌柜大概聊了一下，莫掌柜之前走南闯北，这一行的朋友还真不少，说是做好了，销路方面还是有的。不说能让大家一年赚几百两，肯定会比现在的收入高很多。只要收入稳定了，到时候再看分出一部分人做些别的东西。你说我们做就是了。孙阳光第一个站出来表态，随后去过山坳里的人都表示支持。其他后面参与进来的村民还有些半信半疑，但是有孙李正一家子跟着，他们心里还是觉得可信的。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了下来。第6天的时候，
耗子带着韩江回来了。郭十三看到耗子，那是一脸激动，哥俩来了个大大的拥抱。老大，我没给你丢脸呢，我跟老九哥上战场了。耗子看着老大热泪盈眶，当初若不是老大收留，他可能早就死在了乱世。虽然他之前做过一些糊涂事，自从新政之后，对老大的收留更加感激。好样的，兄弟，今晚我们好好喝一轮。郭十三拍拍耗子的肩膀，他此刻觉得耗子比他有胆量。喝个屁，好好听课，晚上多看几遍，明天若是再答不出来，你就死定了。李老头看了郭十三一眼，都是山坳里出来的，居然一问三不知，差点没把师傅给气死。郭十三也没法子，他对药材这块反应就是慢，他已经尽力了。王小夏也知道他不是这块料，能记多少就记多少，但是最基本的东西他是必须要记下来的，不然跟别人怎么谈生意？行了，今晚他们兄弟重逢，让他们喝一顿，明天老实给我上课。珍惜我给你们上课的机会，以后我很少会有这样的空闲了。他说完去了厨房。耗子他们在军营吃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他知道他要回来，每天都让姐夫留点肉下来，免得晚上回来吃不上好的。耗子回来了啊！我给你收拾屋子去。刘屠夫听说耗子回来了，跟媳妇儿说了会儿话，就去收拾屋子。多谢姐夫。耗子他们原来都跟着师傅称呼，喊了一声又觉得好像不对。就这么叫吧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李老头知道耗子是啥意思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王小夏就做了几道美味的小菜，端到院子里，桌子一摆，小酒一放。先把院子门给关上，不然一会儿院子里的人会越来越多的。王小夏也没打扰两兄弟说话，把饭菜摆好之后，他就回房做自己的事情去了。而这晚半夜的时候，院子里有了动静。大半夜的，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居然翻墙进来了。王小夏听到声响之后爬起来，他在门缝边看了看，看身形像个男人，那男人手里还拿着东西。等了一会儿，他发现这人居然往一间屋子戳了洞，随后还朝里面吹了一口气。该死，这人到底想做什么啊？那个房间里住的是韩江，韩江是个练家子，居然没发现有人靠近。若不是他天生耳朵比较灵敏，估计也不会发现。来人是个高手，嗖嗖，他动作快速地打开房门，飞出几支银针。那人手臂上被戳了一针，他想要翻墙离开，却被冲上来的王小夏给拦了下来。啪啪，几招下来，这人都轻易地避开。而且王小夏发现这人还有内力，内力还在他之上。扑通，他被拍了一掌，动静也引来其他人。耗子则是上前撒了一把药粉，可惜人家还是跑得太快，翻墙溜了。今天这事儿太蹊跷了，说是不查出来，大家会提心吊胆。院子里，王小夏让李老头去看看韩江。韩江这2天太累了，刚才又吸入毒烟，如今昏迷了。李老头稍稍一闻就知道这是什么毒药，他跟耗子把人从里面背出来，去了一趟药房，把解药配置出来。王小夏感受到刚才那一掌的厉害，幸好他也修炼了内力，不然刚才就直接被飞出去了。是谁要对他们下手？显然那人不熟悉院子的地形，不然不会对个客人下手，除非这人是跟着耗子和韩江来的。可韩江只是个小兵，就算要动手也是杀耗子才对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